世界大战逼近了，美伊谈判破裂，以色列炸了中国输油铁路，达利欧终极警告，世界大周期已经重启，5场大战，3大崩溃正在酝酿中。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让全世界都在发抖的话题。你可能最近打开手机，看到油价飙涨，看到航班取消，看到超市里某些东西突然贵了一大截，你觉得奇怪，但又说不上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可能注意到身边有人开始囤货，有人开始讨论要不要买黄金，有人甚至在考虑要不要把钱从股市里撤出来。你隐隐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气息，但你不确定这种不安是否只是你的错觉。今天这期影片，我要把所有的线索串起来，从中东的炮火到华尔街的恐慌，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到你家门口加油站的价格牌，告诉你一个正在改写人类历史的故事。而且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这不是我在危言耸听，因为说出这个判断的人是一位研究了500年历史周期的亿万富翁投资者，而他的预言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兑现。这个故事的最新一幕就发生在昨天，2026年4月11日，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美国副总统万斯站在新闻发布会的讲台上，身边站着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他的女婿库什纳。万斯对着全世界的镜头说了一句话，大意是：坏消息，我们没有达成协议。他说这对伊朗来说比对美国更糟糕，因为伊朗选择了不接受美国的条件。说完这句话，他就登上空军2号飞回了美国。这场在伊斯兰堡举行的和平谈判是巴基斯坦花了好几周疯狂外交斡旋才促成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和军方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倾尽全国之力，拉拢了埃及、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的领导人，把美国和伊朗都请到了同一张谈判桌上。你要知道这有多不容易。在谈判之前，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他写道，除了无条件投降之外，不会与伊朗达成任何协议。而伊朗那边呢，革命卫队的一名高级顾问放话说，他会点燃任何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在这样剑拔弩张的气氛下，巴基斯坦居然把双方都请到了伊斯兰堡，这本身就是一个外交奇迹。伊斯兰堡这座平时安静到有点无聊的首都，突然成为全世界最瞩目的焦点。全城的警察被动员起来维持安全，路障和检查站布满了通往谈判场地的每一条道路。一个19岁的巴基斯坦女孩站在购物区的停车场里对记者说，我有点惊讶，巴基斯坦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影响力了？伊斯兰堡政策研究院的研究主任简朱亚则评论说，双方都在寻找出路，这是一个公平的评估。然而这一切努力在万斯登机离去的那一刻化为了泡影。伊朗方面的谈判代表是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他提出了伊朗的10点和平方案，其中包括要求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攻击真主党，要求美国释放60亿美元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要求保障伊朗的核计划权利，以及要求伊朗有权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而美国的核心要求只有一个，伊朗必须做出明确承诺，永远不追求核武器，也不追求能让他们快速获得核武器的工具。万斯说这是特朗普总统希望通过谈判实现的核心目标，双方的分歧就像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更让局势雪上加霜的是，就在谈判进行的同一天，2艘美国导弹驱逐舰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2月28日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军舰首次通过这条全球最关键的石油咽喉。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一边在谈判桌上说我们是诚意谈判，一边把军舰开进了人家的家门口。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报道说，是美国过分的要求阻碍了协议的达成。那这场战争到底是怎么开始的？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2026年2月。其实在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和伊朗已经在阿曼的斡旋下进行了3轮谈判。第一轮在阿曼的马斯喀特，第2轮和第3轮在瑞士日内瓦。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阿尔布塞迪是中间人，他在这3轮谈判中穿梭调停，把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的书面提案递给美方，再把美方的回应带回伊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格罗西也参与了谈判，因为任何核协议都需要他的机构来执行监督和核查。关键的转折发生在2月26日的日内瓦。那天晚上，
伊朗代表团递交了他们的书面提案。阿曼外交大臣在评估之后公开表示，双方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他甚至在美国 CBS 电视台的节目上说，一份美伊协议已经触手可及。伊朗同意永远不囤积浓缩铀，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全面核查，同意将现有的浓缩铀不可逆地降级到最低水平。双方还约定了3月2日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一切看起来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2月27日，特朗普对记者说了一句话：我对谈判的进展不满意，对他们谈判的方式也不满意。然后第二天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就联手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你没有听错，在阿曼外交大臣说和平触手可及的不到48小时之后，炸弹就落下了。后来英国卫报的调查报道引述了一位海湾外交官的说法，这位外交官认为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实际上是在为以色列的利益服务，故意把美国推向军事对抗的方向。阿曼外交大臣在战争爆发后公开表示，他对此深感震惊。他说，正在进行中的积极而严肃的谈判被蓄意破坏了。他认为这场战争仅仅是为了按以色列的意愿重塑中东。而美国的军备控制协会后来发表的深度分析更是毫不留情地指出，维特科夫根本不具备谈判核协议所需的技术知识，他把伊朗的合理立场曲解为不诚实的信号，他未能理解伊朗核提案的关键技术细节，这表明他误读了伊朗的核方案，根本不具备谈判有效核协议的能力。一位曾参与2015年伊朗核协议谈判的国际危机组织伊朗项目负责人在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节目中直接说，他们不是在寻求谈判，他们是在寻求伊朗的投降协议，而这从来就不是可能的结果。这场袭击的规模和精准度令人啧舌。第一波打击直接瞄准了伊朗的领导层，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袭击中被杀，同时被杀的还有国防部长纳西尔扎德、革命卫队司令帕克普尔以及谈判中的关键人物前议会议长拉里贾尼。以色列方面还针对性地猎杀了伊朗的核科学家和军事指挥官，伊朗的军事设施、政府建筑、国家广播电台总部，甚至议会大楼都遭到了轰炸。特朗普第二天对记者说，几乎所有东西都被摧毁了，伊朗已经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没有雷达了。但伊朗并没有束手就擒，他们的回应来得迅猛而广泛，导弹和无人机飞向以色列，飞向美军在中东的基地，飞向沙特阿拉伯、巴林、阿联酋、约旦、伊拉克。沙特王储在美国支持下誓言对伊朗的进一步侵犯动用军事力量，称伊朗的打击是懦夫行为。卡塔尔击落了2架伊朗的苏24轰炸机，成为这场冲突中第一个击落伊朗飞机的国家。伊朗的导弹击中了以色列海法的炼油厂，虽然以色列能源部长声称没有造成重大损坏，但电力中断了45分钟。伊朗还击中了巴林的海水淡化厂，击中了沙特阿拉伯和巴林之间唯一的跨海大桥，迫使其临时关闭。驻巴格达的美国大使馆被火箭弹击中后无限期关闭。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美军基地也遭到袭击，造成1名库尔德安全人员死亡。真主党则从黎巴嫩持续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整个中东地区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每天都有新的爆炸、新的伤亡、新的升级。波斯湾地区的外国居民开始大规模撤离。分析师认为，这场战争已经动摇了迪拜作为稳定移民目的地的形象。然后，伊朗打出了他们最致命的一张牌，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你可能在地图上看过这条海峡，它窄得令人难以置信，最窄处只有大约54公里，但全球 25% 的海运石油贸易和 20% 的液化天然气都要从这里经过。伊朗的革命卫队发出警告，禁止任何前往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国港口的船只通过。他们已经对至少21艘商船发动了攻击，据报道还在海峡布设了水雷。邮轮交通量先是暴跌 70%，然后几乎降到了0，超过150艘船舶停泊在海峡两侧，不敢冒险通过。这条海峡一旦被封，影响有多大？让我用数字告诉你。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团队做了一个模型，他们计算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在2026年第2季度将使每天近2000万桶石油从全球市场上消失，占全球供应量的 20%。
仅仅第一个季度的关闭，就会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的价格推高到平均每桶98美元，并使全球实际 GDP 增长率下降 2.9个百分点。如果关闭持续3个季度，油价可能飙升到132美元，全球 GDP 增长将被进一步削减 1.3个百分点。而彭博社引用能源分析师的话说，如果事态持续恶化，油价甚至可能冲击200美元。国际能源署的署长法提赫·比罗尔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措辞，这是全球石油市场历史上最大的供应中断。注意，他说的是历史上最大的，比1973年的阿拉伯石油禁运还要大。因为1973年只影响了全球大约 7% 的石油供应，而这次是 20%， 而且同时影响了石油、液化、天然气和化肥3大领域。油价在战争爆发后立刻开始飙涨，布伦特原油从每桶70多美元先是跳到82美元，然后随着海峡封锁突破120美元，截至最近在116美元左右。美国加油站的汽油价格突破了每加仑6美元，航空煤油的价格从开战前翻了1倍，达到每桶195美元。美国的航空燃油指数自开战以来上涨了 95%， 欧洲的天然气价格上涨了 70% 以上。但石油和天然气只是冰山一角，你知道吗？全球近一半的硫磺海运贸易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硫磺是什么？它是生产硫酸的原料，而硫酸是2个关键工业流程的必需品，一个是电动车电池的化学制成，另一个是磷肥的生产。全球1/3的甲醇贸易也要经过这条海峡。甲醇是生产树脂、涂料和塑料的关键化工原料，化肥方面更是触目惊心。波斯湾地区生产了全球近一半的尿素和 30% 的氨。美国新奥尔良化肥枢纽的尿素价格已经从每公吨475美元飙升到680美元。有分析师苦笑着说，这个时机对中西部的大豆和玉米播种季节来说真是太糟糕了。菲律宾宣布了国家能源紧急状态，因为它 98% 的石油都从波斯湾进口。菲律宾政府呼吁工人拼车上班，一些政府机构改为每周4天工作制，以节省燃料。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鼓励公务员在家办公。欧洲意大利的4个机场对航空燃油实施了限制。爱尔兰、联航、瑞安航空的 CEO 预测，今年夏天航班将减少 5% 到 10%。全球主要航运公司马士基和赫伯罗特已经暂停了中东航线，这才6个星期。而且这不仅仅是能源问题，波斯湾国家超过 80% 的食物热量摄入依赖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口。到3月中旬，该地区 70% 的食品进口已经被中断。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超市货架开始出现空位，消费品价格暴涨 40% 到 120%。地区最大的零售商卢卢集团不得不开始空运基本食品。更可怕的是，科威特和卡塔尔 99% 的饮用水来自海水淡化厂，而伊朗的导弹已经攻击了部分淡化设施。科威特的外交官在联合国警告说，如果淡化厂持续受到威胁，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将不可避免。卡塔尔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工厂的部分设施也在导弹攻击中受损。卡塔尔能源公司不仅宣布了对所有出口合约的不可抗力条款，还透露内部评估显示修复可能需要长达5年。想象一下，全球 22% 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就这样突然消失了。国际能源署已经说了，这是历史上最大的全球能源安全挑战。航空业也受到了严重冲击。中东地区的几个主要机场被关闭，这些机场集体处理了全球大约 15% 的空中交通，航线被迫绕行，避开中东空域，增加了飞行时间和燃料成本。柴油和航空煤油的价格翻了1倍多，因为炼油厂缺乏某些类型的原油。好了，让我们把视野再拉高一层。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做了一件让全世界都吓一跳的事情。3月7日，以色列首次轰炸了伊朗的石油设施，德黑兰和卡拉季的燃料储存厂火焰冲天。以色列军方确认这是一次重大打击，声称这些设施被伊朗武装力量使用。美国其实对以色列轰炸石油设施持反对态度，担心这会在战略上适得其反，反而会为伊朗政权赢得国内支持。3月13日，美军在轰炸哈尔克岛时打击了军事目标，但刻意避开了石油设施。
用美方的话说是出于体面，但以色列根本不管这套。3月18日，以色列直接对伊朗的南帕斯天然气田发动了攻击。你知道南帕斯是什么吗？那是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田，供应伊朗 70% 的天然气产量。更敏感的是，这个气田跟卡塔尔是共享的，卡塔尔那边叫北穹顶。独立记者的卫星图像分析显示，整个油气综合体中最大的4号炼油厂几乎被完全摧毁，7号炼油厂也有严重损坏的迹象。这次攻击之后，国际油价立刻从103美元跳到108美元。卡塔尔的外交部发言人愤怒地谴责以色列，说针对于卡塔尔北穹顶相连的设施发动攻击是危险且不负责任的。阿联酋也警告说，这构成了危险的升级。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坚持说以色列是单独行动的。然后4月7日，以色列又干了一件大事。在特朗普设定的要求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最后期限前几个小时，以色列空军轰炸了伊朗境内的8段铁路桥梁和多个公路路段。你知道特朗普那天在社交媒体上怎么说的吗？他写道：打开那该死的海峡，你们这群疯子，否则你们将生活在地狱里。他威胁说，如果伊朗不在午夜之前重开海峡，美国将对伊朗的电厂和桥梁发动他所谓的全面摧毁。他甚至考虑轰炸一切，然后接管石油。而以色列似乎抢在特朗普的最后期限之前就动了手。以色列军方在社交媒体上用波斯语发出了一条令人毛骨悚然的警告：为了你们的安全，我们恳请你们从现在起到今晚9点前不要使用火车或靠近铁路线。在火车上或铁路线附近会危及你们的生命。你想象一下，一个国家的军队用你的语言告诉你不要搭自己国家的火车，因为他们马上就要炸铁路了。这种战争的超现实感让全世界都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些被轰炸的铁路遍布伊朗多个地区，包括德黑兰、卡拉季、大布里士、卡尚和库姆。至少2人在伊斯法罕省卡尚市的亚赫亚阿巴德铁路桥被炸时丧生，另有3人受伤。伊朗第2大城市马什哈德的所有火车班次被取消，直至另行通知。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说，空军飞行员正在继续加深对伊朗恐怖政权的打击。但这些铁路中有一条特别敏感的线路，乌克兰的一家新闻媒体率先报道了这条消息：以色列空袭了中国到伊朗的铁路线，这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项目。这条铁路是什么来头？它从中国西安出发，穿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全长10400公里，约6500英里，抵达德黑兰附近的阿普林汉港。它的设计目的是将海上运输需要30到40天的货物缩短到仅15天。更重要的是，这条铁路的战略意义在于，它为伊朗的石油出口建立了一条直通中国的陆路通道，完全绕过了由美国及其盟友控制的传统海上航线。就在战争爆发前不久，第一列双装货运列车从中国出发，成功抵达了德黑兰。这本应是中国和伊朗之间深化战略合作的里程碑时刻，而以色列的炸弹把这个里程碑炸成了废墟。你要理解这件事的分量。中国是伊朗石油最大的买家，据多方估计，中国购买了伊朗出口原油的大约 90%。2024年每天进口150万到200万桶。中国和伊朗在2021年签署了一份长达25年、价值4000亿美元的全面合作协议，涵盖银行、电信、港口、铁路、医疗和 IT 等数十个领域。两国甚至建立了一套用人民币结算的交易系统，通过复杂的经纪人和中间商网络来规避美元体系，从而躲开美国的制裁。中国的官方海关数据刻意低报了从伊朗进口的石油数量，这本身就说明了这条贸易线的敏感性。以色列炸的不只是几段铁轨，炸的是中国在中东的整个战略布局。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随后公开表态，以色列的行为违反国际法，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中国的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谴责以色列侵犯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一切军事冒险主义。官媒《环球时报》更是措辞严厉地发出警告，以色列的鲁莽行为只会导致更大的灾难。而美国方面在3月20日首次将制裁扩大到了山东省的中国独立炼油厂。
这些被称为茶壶的小型炼油厂长期以来通过隐瞒原油来源的方式低价购买伊朗石油。现在你明白了吧？这不是一场简单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这是一场涉及美国、以色列、伊朗、中国、俄罗斯、欧洲、波斯湾国家等几乎所有大国的系统性地缘政治重组。而有一个人早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就已经预见到了，他就是瑞达利欧，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的创始人，一个用50多年时间研究全球宏观经济周期的人。2026年2月14日，就在美伊战争爆发前2周，达利欧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正式宣布当前的世界秩序已经崩溃。这不是耸人听闻，这是他在看了慕尼黑安全会议之后得出的结论。那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聚集了近50位国家元首，会议的主题报告叫正在被摧毁。德国新任总理梅尔茨在会上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沉默的话：几十年来的世界秩序已经不复存在，我们正处于大国政治的时代。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欧洲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宣布，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时代，因为旧世界已经消失了。美国没有兴趣做西方有管理衰落的礼貌而有序的看护者。达利欧听到这些话，立刻把他们套进了他研究500年历史得出的大周期理论框架。他说，用我的术语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大周期的第6阶段，这是一个巨大混乱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没有规则、强权及公理，大国之间的冲突主导一切。那什么是大周期？达利欧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从荷兰帝国到大英帝国，从大英帝国到美利坚帝国的兴衰更替。他发现所有的货币秩序、政治秩序和地缘政治秩序都会按照一个可预测的模式崛起、演化，然后崩溃。这个周期大约75年，上下浮动30年左右，也就是大概75到150年一个轮回。让我用一个具体的历史案例来帮你理解。想象一下1933年的世界，国际联盟正在努力维持自己的合法性，但德国和日本先后退出了，因为他们膨胀的帝国野心已经容不下任何国际规则的约束，国际秩序正在瓦解，取而代之的是达利欧所说的丛林法则，赤裸裸的权力而非外交决定一切。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达利欧自己就说了，1930年代发生了什么？债务危机、国内政治极端化、国际秩序崩溃、自然灾害和技术变革同时发生，它的结果是什么？第2次世界大战。而他认为今天的世界正在重演同样的剧本。他在《财富》杂志的文章中写道，现在发生的一切毫无疑问更像是1945年之前的时代，而不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的2战后时代。这误导了大多数人的预期，导致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惊。他在书中和多次公开演讲中识别出了驱动这部历史大片的5大力量。第一是货币债务经济市场的动态循环，第2是国内政治的左右对抗和社会撕裂，第3是世界秩序和国际权力格局的重组，第4是自然力量，包括瘟疫、干旱、洪水和气候变化，第5是技术革命，人类的发明创造能力。达利欧在哈佛商业评论的访谈中亲口说，这5大力量互相作用，第一个力量，也就是货币债务动态，扮演的角色就像电影里推动剧情前进的麦高芬。他的最新判断是什么？美国正处于他所谓的晚期阶段。让我把这5场正在酝酿中的大战一一拆解给你听。第一场，货币债务战争。美国的国债已经超过38万亿美元。你可能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让我换个说法，美国政府每个月光是支付国债利息就要花掉880亿美元，相当于国防和教育预算的总和。达利欧在2026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上对记者说了一句惊人的话，你是印钞票还是让债务危机发生？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自从1971年尼克森总统切断美元与黄金的挂钩以来，每次债务累积到危险水平，政府都选择印钞票，而不是让危机自然清算。50多年来，这个模式反复上演，但现在达利欧说，外国买家对美国国债的兴趣正在急剧下降，中国在减持，欧洲在减持，各国央行正在疯狂购买黄金。他在杜拜的世界政府峰会上说，在这种环境下，
黄金是最安全的货币。问题的核心在于一个供需失衡，美国正在生产出天量的债务，但全球愿意持有这些债务的买家却在萎缩。达利欧用了一句让所有投资者都睡不着的话：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购买自己的货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没有人买你的国债，你就只能自己印钞票买自己的国债，结果就是货币贬值，通货膨胀，整个货币秩序的信用基础开始动摇。第二场贸易战争，2025年简直是贸易战的疯狂之年。特朗普在4月2日的所谓解放日对中国商品加征了 34% 的关税，加上之前已有的芬太尼关税和其他措施，总税率一度飙升到 145%。中国毫不示弱，反击加征 125%， 同时暂停了 TikTok 的出售谈判，限制了6种重稀土和稀土磁铁的出口。中国二次几乎让美国汽车产业停摆，因为美国 6.5% 的制造业工人就在即时制的汽车供应链上工作。虽然两国在5月达成了临时休战，美国降到 30%， 中国降到 10%， 但这只是暂时的止血。2026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个震动全球的裁决，推翻了特朗普在2025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大部分关税。但特朗普政府立刻启动了新一轮的301调查，针对中国、欧盟、越南、台湾、日本、墨西哥等10几个经济体，全球贸易体系正在被一块一块地撕碎。第三场热战，美伊战争，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但别忘了还有另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俄乌战争已经进入了第5个年头。就在本周末，普京宣布了一个32小时的东正教复活节停火，从4月11日下午4点到4月12日午夜。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会配合，但他补充说，人民需要一个没有威胁的复活节，需要真正迈向和平的步伐。俄罗斯有机会在复活节之后也不再恢复攻击。然而所有人都知道，去年的复活节停火双方都指责对方在30小时内违反了数百次。今年的情况也不乐观，就在停火宣布后几个小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州长就报告说，俄军的大炮和无人机攻击造成了2人死亡，停火还没正式开始就已经在流血了。俄罗斯占领了乌克兰大约 20% 的国际公认领土，包括克里米亚和卢甘斯克的几乎全部，以及顿涅茨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的部分地区。莫斯科要求乌克兰交出这4个他已经吞并但尚未完全占领的地区的全部领土，这是基辅绝对不可能接受的条件。前线基本上陷入了僵局，俄罗斯以高昂的代价获取了微小的领土进展，而乌克兰最近在东南部实现了一些反推。根据美国战争研究所的数据，俄军的推进速度自2025年底以来已经开始放缓，美国主导的和谈没有在任何关键问题上取得进展。而最让乌克兰揪心的是，华盛顿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转向了中东。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甚至明确表示，俄罗斯的停战倡议并不意味着3方和谈的恢复。超过4年的战争已经造成数十万人伤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这是2战以来欧洲最血腥的冲突。泽连斯基在最近的讲话中说，今年春夏将是非常困难的政治和外交时期，可能会有对乌克兰的压力，战场上也会有压力。在大约1250公里的前线上，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军队仍然在逐寸争夺。第4场资本战争，这是达利欧最新提出的概念，也是最令人不寒而栗的。他在2026年2月的杜拜世界政府峰会上说，我们正处于一场资本战争的边缘。注意他的措辞是边缘，意味着还没有完全爆发，但非常接近了，而且很容易就会跨过去。什么是资本战争？就是国家之间不再只是用关税和贸易壁垒互相攻击，而是把钱本身变成武器，冻结对方的资产，制裁对方的银行，限制对方购买自己的国债，禁止对方的企业在自己的股市上市。达利欧举了一个历史类比，2战时美国冻结了日本的资产，试图在不动用军事力量的情况下遏制日本的东进扩张。他说他看到了今天美国、中国和欧洲之间存在类似的局面。2025年12月底，中国就冻结了20家美国国防企业子公司的资产，包括安杜里尔和诺斯罗普·格鲁曼，以回应美国对台湾的100亿美元军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放话说，
一切手段都在考虑范围之内，包括将所有中国股票从华尔街退市。这不是口头威胁，这是两个超级大国在金融战场上互相架起了大炮。达利欧说，存在互相恐惧，欧洲的投资者担心自己持有的美国资产可能被制裁，特别是在特朗普威胁要接管格陵兰的时候，这严重损害了北约盟友之间的信任。这种恐惧反过来又让美国担心无法获得关键的外国融资。他特别指出，自2021年以来，外国对美国国债的购买量已经下降了 40%， 投资者正在逃向欧元区债券或新兴市场替代品。有分析师预测，如果这个趋势加速，美国国债收益率可能从目前的 4% 飙升到 5%， 甚至 6%， 这将导致抵押贷款利率飙升，房地产市场停滞，股市动摇。当恐惧开始自我强化的时候，一场全面的资本战争就可能爆发。第5场，技术战争。人工智能和半导体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国家安全资产，这场技术战争的激烈程度可能超乎你的想象。美国不断扩大实体清单，限制对华晶片出口。2025年9月，美国商务部又将23家中国企业列入了限制贸易名单。中国则反过来对英伟达展开反垄断调查，限制关键矿物出口，下令国内科技公司包括字节跳动和阿里巴巴停止测试英伟达的产品。中国还对从美国进口的模拟集成电路芯片展开了反倾销调查。在2025年，中国2次利用稀土、永磁体和某些半导体作为武器，几乎让全球汽车产业瘫痪。6.5% 的美国制造业工人在即时制的汽车供应链上工作，这意味着一旦中国断供，不只是几个工厂停产，而是整条供应链从上到下全部受到影响。这场技术战争被一些分析师比作2026年的斯普特尼克时刻，控制先进计算技术堆栈已经成为国家特权级资产，而台湾就站在这场技术战争的暴风眼中央。台湾的企业生产了全球 60% 的晶圆代工和 90% 以上最先进的晶片。2025年，台湾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1501亿美元，比2024年翻了1倍多。自2021年以来已经增长了近6倍。到2025年11月，美国与台湾的双边贸易额和与中国的差距已经缩小到只有25亿美元。如果 AI 繁荣继续，且中美贸易战加剧，台湾甚至可能超越中国，成为美国第3大贸易伙伴。特朗普政府在2026年1月跟台湾达成了一项贸易协议，将对台关税降到 15%， 同时要求台湾企业承诺在美国投资至少2500亿美元用于半导体生产，并保证购买444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和原油，以及152亿美元的飞机和引擎。但这个协议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从未放松。习近平据报为中国军队设定了2027年具备武统台湾能力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黑格塞斯在其临时国家安全指导中据报，将阻止中国以继承事实方式夺取台湾列为国防部唯一的首要情景。如果台海爆发冲突，全球晶片供应链将瞬间断裂，整个 AI 投资热潮将戛然而止。那个据估计需要3万亿美元才能在2030年前完成的 AI 基础设施建设，将变成一个天价烂尾工程。美国银行一位高级信贷主管最近形容当前的 AI 建设规模是我们这些在这个行业干了25年的人从未见过的，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脆弱的前提之上：全球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台海的和平稳定。5场大战说完了，现在来说3大崩溃。第一个崩溃，全球能源体系的崩溃。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很多具体数字了，但让我再补充一点，国际能源署在3月中旬宣布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战略释放。但你知道这4亿桶能撑多久吗？按照全球每天消耗 1.05 亿桶的速度，只够大约4天。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在2月18日有 4.154 亿桶，最大日抽取量是440万桶，而且从总统下令到石油抵达市场需要大约13天。所以战略储备能起的作用只是暂时稳定市场情绪而已，解决不了根本的供应问题。一位分析师对半岛电视台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在正常市场基本面之上增加了大约每桶40美元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这意味着即使基本面没有太大变化，
光是恐惧就能让油价多涨$40。第二个崩溃，全球供应链的崩溃。世界经济论坛在4月初发布了一份报告，列出了9种受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影响的关键非石油大宗商品，甲醇、铝、硫磺、合成石墨、化肥等等。其中合成石墨的价格影响可能比其他电池材料更严重，因为它依赖石油精炼的副产品石油胶作为原料，而炼油厂在油价暴涨时可能选择优先生产更有价值的产品，进一步收紧石油胶的供应。一位供应链管理公司的副总裁说，如果海峡中断迫使船只改道，最初的海运影响可能在10到14天内出现，但真正的压力通常在2到5周内到来。因为改道的货柜集中到达，码头拥堵加剧，拖车和底架供应跟不上需求。他还说了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我在这个行业见过很多大场面，通常对大的市场波动保持冷静，但我仍然认为市场低估了当前形势的严重性。第三个崩溃，全球金融秩序的崩溃，这是达利欧的终极警告。他在3月中旬为《财富》杂志撰写的长文中写道，我认为未来的时代将与大多数人习惯的完全不同，它更像是动荡的1945年之前的时代，而不是2战结束以来我们所经历的时代。这误导了大多数人的预期，导致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惊。他说他已经研究了大周期的6个阶段，而第6阶段的特征就是旧秩序崩溃，新秩序在混乱中诞生。让我把达利欧担心的机制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给你听。美国国债就像是一个巨大的信用卡账单，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的国家和投资者一直愿意借钱给美国，因为美国是最安全的借款人。但现在有2个问题同时出现了。第一，美国的账单越来越大，已经超过38万亿美元，每年光利息就要1万亿美元。第二，愿意借钱给美国的人越来越少了。中国在减持美债，欧洲因为格陵兰事件对美国产生了不信任，各国央行都在疯狂买入黄金作为替代。达利欧把这个趋势叫做债务死亡螺旋，国债收益率越高，利息支出就越大，利息支出越大，就需要借更多的钱来支付利息，借更多的钱就吓跑更多的买家，买家越少，收益率就被推得更高，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他在达沃斯论坛上被问到美国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时，他说，是我们如何彼此相处来应对所有这些问题。然后他进一步聚焦到债务问题，有一个泡沫，泡沫会怎么破？我们有这个债务动态，这意味着利率必须上升。如果需求相对于供应不足的话，而这会抑制经济活动，然后引发问题。黄金市场已经在用价格投票了。在达利欧发出警告之后，金价一路飙升。有分析师预测到2026年底，金价可能冲到5400甚至6300美元一盎司。达利欧在杜拜说，在储备货币中，黄金是第2大储备货币。货币政策制定者仍然会称黄金为这种环境下最安全的货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连管钱的人都开始不信任自己印出来的钱了。达利欧强调，即使 AI 技术的生产力提升有可能让美国通过经济增长来化解债务危机，但根据他对历史的研究，这种可能性不大。他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说，我研究了历史上那些同时出现伟大变革性技术和巨大债务负担、国内政治冲突以及国际冲突的时期，在那些案例中，其他力量往往压倒了技术带来的收益，所以我说不太可能。虽然 AI 有可能比过去任何技术都更具变革性，所以这不是一个高置信度的判断，但他也留下了一线希望。他反复强调的一个公式是，痛苦加上反思等于进步。他说，帝国的衰落不仅仅来自外部打击，更来自内部腐烂、失控的债务、分裂的社会和被浪费的创新。然而历史也低语住希望，每一次重置都会催生更新。回到当下这一刻，美伊伊斯兰堡谈判破裂了，2周停火能不能延续？没有人知道。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攻击真主党，黎巴嫩卫生部说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00人。俄乌战争的复活节停火随时可能被打破，中美贸易战随时可能因为台湾问题升级为更危险的军事对抗。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每天让全球经济损失至少11亿美元的石油收入。
而更广泛的经济影响则以每天数十亿美元的速度累积。波斯湾国家的粮食进口被中断了 70%， 科威特和卡塔尔 99% 的饮用水来自海水淡化，而海水淡化厂遭到了伊朗导弹的攻击。达里欧说过一句很冰冷的话：拥有力量，尊重力量，明智地使用力量。在2026年，一份条约的价值取决于执行它的导弹防御系统。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谈判、妥协和新的全球秩序，另一条路通向更深的冲突、更大的崩溃和一个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未来。而选择走哪条路的时间窗口正在以每一天11亿美元的速度关闭。5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大周期的第6阶段不可避免地会结束，但结束的方式是像1945年那样在废墟上重建，还是像更早的历史那样在衰落中缓慢转型，取决于今天的人类能否超越自己的动物本能。达利欧在《环球时报》的专访中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这个挑战就像我们今天面临的大多数挑战一样，源于人类天性中强烈倾向于追求自身利益而非共同利益。他对 AI 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说 AI 有可能改善人类的思维和决策能力，带来各领域的巨大进步。但他也警告说，根据他的历史研究，当伟大的变革性技术与巨大的债务负担、国内政治冲突和国际冲突同时出现时，其他力量往往会压倒技术带来的收益。他反复强调的一个公式是：痛苦加上反思等于进步。帝国的衰落不仅仅来自外部打击，更来自内部腐烂、失控的债务、分裂的社会和被浪费的创新。然而历史也低语注希望，每一次重置都会催生更新。1930年代的痛苦催生了二战后的现代牛市和70年的和平繁荣。2026年的痛苦也许能为2040年代的繁荣播下种子，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先撑过这场风暴，而且在风暴中做出正确的选择。回到当下这一刻，美伊斯兰堡谈判破裂了，2周停火能不能延续没有人知道。万斯离开巴基斯坦时没有说明停火到期后会发生什么。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攻击真主党，黎巴嫩卫生部说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00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继任者莫吉塔巴·哈梅内伊据报在袭击中受伤，自就任以来从未公开露面。俄乌战争的复活节停火随时可能被打破，中美贸易战随时可能因为台湾问题升级为更危险的军事对抗。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每天让波斯湾国家和伊拉克损失至少11亿美元的石油收入，而更广泛的全球经济影响则以每天数十亿美元的速度累积。达利欧的大周期模型指向的前方是混乱，但混乱之后是重建。问题只在于重建的代价会有多大，而我们每一个人将在这场风暴中扮演什么角色。